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的玛瑙村，在我身后这里啊，有一座始建于南宋年间的古军事城堡，至今呢也有800多年的历史。整个城堡呢依山附栋而建，非常的复杂，七山相连，七营贯通，规模宏大，气势磅礴哈。现在我带你们进这个古堡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最外层的一个城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都是用这样非常大的这种条状石来修建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城墙，它是分这样3层来修建的，所以非常的坚固。最外边是2层，这里是1层。大家看，这里是一个外城墙，上面是一个城楼，这个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城楼。这里面它整个的修建是非常的错综复杂的，你根本就搞得不太清楚啊。这个地方看看是一个碉堡，这个地方也有一道出山的这个小城门，像这边上留的这些小孔的话，应该是防侍公寓哈。就是外面有人呢，里面看得很清楚，通过这个地方呢去攻击敌人。这个上边是一个练兵场，咱们上去看一下，看看这里一大块平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古堡内的这个练兵场的选择位置啊，这个是在山顶的位置。而且这里是一片平，它不是土，全部是这样的石头，所以一个地方为什么被人家选择成为这个军事城堡，那一定有它的道理。那么通过这里两边的这个城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周围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为什么说它这个城堡里面是错综复杂的？大家可以看看，这里是有一道城门的，但是它这里又有一道石墙。所以它这个不是按照规范的那种，就是里3层外3层的这种结构啊，而是这个交错、错综复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构建。所以你到这里面呢，你还摸不着头脑哈。这个城门呢，它是中间的一个城门哈，大家看看这个高度，差不多就是1.9米的一个高度，全部是这个纯人工来这个修建。一点的这个粘合剂都没有，包括这些石头都是纯人工抬上去的，而这一块石头最少也有2000斤。这一道城门呢，又是上山的一道城门，这算是中间的一道城门也是。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它是最外层的一个石墙，注意看，这里有一道石墙，看到没？就是这一道石墙的后面呢，又有一道石墙。也就是它应该是前方那里有一个碉堡，然后呢又分3个石墙这样绕过来。因为一般来说碉堡是坚不可摧的，基本上你是破不了的。那么它一个碉堡呢就分3个石墙进来，就是为了预防这个边上这些被突破进来。所以这个军事城堡的设计是非常厉害的啊，在古代的话。这里也是很高的一个石墙哇！大家看这里环境特别好啊，这里居然住了一户人家，应该是古城堡这里面原先就居住的人哈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后代。这2个石头是啥意思？这个是进入古堡的一个门。这边呢也有一道门，我们走这道门去看一下。那么我们注意看整个城墙，它是没有用到任何的一点粘合剂啊，全部是这样的条状石来一块一块的往上叠加上去，包括这个拱门，你们注意看这个拱门，它的中间拱门的位置它都是没有粘合剂的，那么都是这样直接用石头做上去的。这个工艺在远古时代
已经算是特别牛了哈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要做这样的城墙，要做这样的拱门，那必定是用粘合剂，甚至要用到钢筋混凝土，对吧？而古代呢，完全都没有这些东西，直接就用石头就可以垒这么高的墙，而且几百年来都屹立不倒，特别牛吧？吃饭没到了你啊？啊，在这边来耍。这个包子上就在你们家呀？啊？这上面就在你们家呀？啊。哦。这个房子好多年了？这个房子300多年了。是啊，我说看好哟。这个房子有300多年了呀？你忘啊？一条换过来后面2头房子2根柱都是换的噻。哦。都你盖的不都啊？哎，只有我够了2个拖地啊。哦哦。你们前面上来的哈。还走第二个上来。你娃那个叔叔条过的。那个石庄庄你们晓得是啷不？不晓得。那个是啷嘛？那个是伪装。伪装。拿来做啷个路啊？那个是伪装啊，是我们那个那时候我们那个老祖宗考级进士了，立的位置了嘛。哦，那里，刚好。哎。哦，2个石庄庄。哎，2个是一对呀，就是。啊。你们老祖宗考起进士？啊。不得2位是大官呢。上回是秦岭真的，他们是真的哈。以前你们能够的过走。有个人说，他当做现在的大学生。还有个人说，现在的大学生给手指手弄的几大堆哟。以前进士是挑他说比这个哪样的比这个狠了，他中间疼的。你进士最低都要点个县里面的官了。是的，对吧？就可以为官了。是啊。你们家贵姓呢？我们姓钱。钱哈。那进士也姓钱咯？哎，是。是好，等于是你们的祖先，相当于是。是我们的老祖宗。哦。这修这个军事城堡，这个叫秦青云了。你看那那个牌匾有个秦青云墓的正门出去了咯。我们老祖宗是秦青云的亲堂侄儿嘛，所以我们一家又在这个里面住，每姓氏的在行这个。我看这儿以前是搞过旅游区的哈。我抬杆都没杆喽。你刚要进的啊？你拿个材料穿进去嘛，你的土刮昏掉。还有人在那么多人吃饭都不挖砖，我真老了懒去的。有人在是晚上拖，在晚上不爱动，一天住在。我啷个跳哎？你把脚就爬进去了。你好大年纪的？我。我给70多了。天，你有70多嘞？我红的嘛，年轻人装嘛，今年是72，那个下半年就完。那你看起不太像70多的人嘞，感觉好像不到70。出事也就做活了嘛，我们得45多岁就打上根了就做活了，那时候大集体今年。大集体哈。一直做到现在，你还不是要做？你几十岁你不做？我去了，我说我跟他多出1岁，我说我把地拖的。随便的装就装去。那你拖地我们转下可以进你这个房子里面看下吧？要得2个看嘛。看一下哈。这是300多年。你看这些地都是全部是大石头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洞穴，进来看一下。哇！哇，这儿是门给锁住的，不让进的。它这个古军事城堡里面，它是栋栋相连，然后营营相连，所以防御工事坚固，非常的厉害。
整个这个军事古堡里面呀，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洞穴进行穿插，而且洞与洞之间呢是相通相连的，所以说你外边的人想要攻入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古军事城堡，咱们进里面去看一下。哇，大家看一看，修建的非常非常的结实。这个一圈都是这样修建的。这个就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军事城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它整个一圈呢都是用这样的石墙全部封住的。那么每一边呢都留有这样的防御的这个孔洞，也就是向外进行攻击的。给大家20秒，你们猜一下为什么一圈都有这样的孔洞？那么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呢，城堡里面是非常宽大的，外边呢就是一个小口子，它就是外面攻击里面是比较难的，里面攻击外面呢就比较容易哈。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整个这个军事碉堡的一圈都是这个城墙围住，而都有这种孔洞呢？包括我这个身后哈，为什么都有这样的孔洞？就是因为它通过这个军事碉堡为主要的这个防御点，两边有延伸几道这个防御的石墙，一旦这个进攻的人他攻破第一道防线，他是不是就势必进入到内部啊？当你进入内部的时候呢，他侧面也可以进行再攻击，那么身后呢也可以进行攻击啊。所以说你哪怕你突破了第一道防线，那么到第二道防线你也不一定敢走为什么呢？你只要突破第一道防线的门，进到这个后面，那么他又可以从这里向你进行攻击。但是这个城堡呢，它就建得非常的结实，你城堡是基本上是攻不破的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碉堡的神奇之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通过链接这个碉堡的话，它实际上有几条石墙往这个山顶进行延伸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能够就是几百年都攻不进来？原因就在于这些非常厉害的这个防御工事哈。那边不是我刚刚进来一个洞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里呢依然有一个洞穴，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它整个这个古堡里面的话，它是为什么说洞洞相连、银银相连、宝宝相连，对吧？看一下这里都是给锁住的。那么通过这个洞穴呢，它可以穿连到别的地方，包括刚才那边那个洞也是同样可以穿到山外，可以说穿到别的山头等等。所以这个整个里面的这个构造是错综复杂，又有那么多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墙以及这个碉堡，所以你是很难攻进来的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。这里呢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古军事城堡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探索研究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贵州遵义的赤水市，在这个赤水河边呢，发现对岸那里啊，竟然有一户人家居住在水帘洞，真的是非常漂亮哈。走，咱们过去探访一下。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河对岸，然后这里有一条小道径直着上去，我估摸着应该能够到达那个瀑布人家。走，咱们从这里上去。这个小道感觉没什么人走啊，不知道能不能走上去啊。看一下这个下边就是赤水河，赤水河现在非常的清澈，大家可以到赤水河这个周边来玩一玩。啊，这样的小石梯走着挺爽的。然后赤水这边呢，全部都是竹子，你看，走在这个竹林之中，神清气爽啊。这种古老的这种石梯啊，
就是有点费腿啊，走起来倒是挺爽的。哇，这个石梯还挺长的，朋友们看看。这里住有一户人家，门口这里一大块巨石，然后赤水这边像这样的，景观比较奇特的地方特别多，很多房子都是建在这个大巨石的边上。 特别的古朴哈，应该是快到了啊！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，朋友们。这个洞边上这些全部是竹子，哇，真漂亮啊！ 看一下，太漂亮了，水帘洞。这边这个洞中堆了好多的竹子。咦，这里还会有猪。哎呀，吃饭没老师？哎呀，你看这儿，你家住在这里啊？这里安逸哦。我专门抽起上来耍哈。有人来你这儿耍过没啦？啊？有人来你这儿耍过没啦？有，我们朋友点子只2、3个来，我现在只有2、3个来。哦。就在你的家人是吧？家人。哎，你这儿安逸哦。安逸。又看得开呀，你看啊。 然后又像水帘洞一样，那边上没有装点栏杆那些啊？是脚边上来啊？啊，这底下走上来，还是要走几分钟哎？还看弄堆了那么多菜。这看那条路的，看那有路哈。你走，我们几个还下过我的分路上来，边左路，路是看到。 哦，你这点这个水，夏天是不是还大得很？夏天到挺容易，现在有点大嘛，夏天嘛有点大哈。底下这种是哪个东西啊？啊？我说底下花椒的花椒哈。 啊，这个水安逸。有一天贴水在多大个？你住在这里好多年的？你们？我60我就满70年。60多年了。你好大年纪啊？我每年都满70，我在这生病了。你每年都满70？我怎么看起你像50多人啊？50多，我好像3年的，你知道吗？ 是啊，明年是满70啊，对呀、我看你这面相像50多了，哎，真的啊。看来这个地方住起养生咯。你真的看起好年轻。这里面有好大的深度啊，这里面进去。耶，这边从外面进来好吧，都有头10米哦。有15米大有。10多米哈。还宽敞得很呐、你这边。宽敞了原来。 搬几年哈儿，4、5户，咱走了感觉。我咱出去的，我咱出去扩展10多年有啥子？这边有也修公路，我听后边路公路我放多站了嘛，我又，我说还是。你又赶回来？啊，我说还。啊，你在公路边修的房子，然后把这个房子给占了。啊。他们这里面的人都搬来哪去？都是搬在下面。有点表妹，有点看法。哦，等于二老几家这边上，我上来有2家人了嘛，都是这里搬出去的。
我觉得还是这里面住起安点哦，安全的噻。安全。它上面应该不掉那些石渣渣噻。有的有把小块的。哦，掉那种小。哦，这小块的。那种小壳壳哈。还开了春，还又回，开了春之后开了春还要回潮。哦，回潮它就会沉的那种。安不安好？啊，你这个房间上面有盖的一层没啦？有一层的哈，就以防它掉渣渣。哦。但是安全的话是应该是很安全的。你住在这几十年，有没有碰到长那种特别大的洪水啊？有。还有那个那头，那个水压在脚边，这边大门口。一说它是冲力太大了，直接冲出个几十米是吧？啊，你看冲下去多少天个？这个。看我荡浪去，看就在我荡去。哦，直接冲到底下个荡浪去嘞。啊，一般的话就在去看啊。天还就。冲出去1-20米。大了水大了还是有点吓人哈。还吓啥子不吓人？可惜把那不好的。自己在不吓人，但是看起来个水好像有点吓人。哦，看起来那黑茸茸的，还又昏了嘛。对，又是昏浪浪啊。那黑茸茸的浪啊。你这儿的视野也好，主要是你这个水太安逸了。你们这边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啊，现在都是竹子哈。都是卖竹子啊，或者卖竹笋那些。其他的都没得那样东西了哈。属于这儿干净。还有年轻的干属于搞功课啊，也把我们转码头又砍点料块儿些，砍点竹子些。一年的话，像搞竹子车可以搞多少钱呢？那个，要我去山林这种的人口多啊，土地少，分了一共没啥分了多。一家有20亩没了。没。啊，等你长期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。哦。你是在这出生的啊？那他们总的搬来这里面的好多年了呀？要有话都好几十年。我们老块的老家在那里。啊。分家在山里，那上面山里头分家嘛，这会儿以前再到一会儿嘛，我些老祖祖啊，就坐岸头，一分嘛头，把我分来，把我老块一会儿就岸嘛。分两地圈是岸头有个烂的。整个里面的面积应该是可能有1-2亩地哦。有我狗都是，我算来这，你说是1-2亩地可能差不多哈。这个扛。这个才结实哟，有很多人担心这种不结实，但实际上它结实得很，比你造的楼房还结实。比楼房结实得多。它刚才还有田些那这看上。这上有田的嘛，还有块田。有田哦。这个水啊，像那个太阳光照过来，这好看了。你房间里面呢是盖的楼板是吧？定的就找做成本定的。就是成本来定的。就是推大哈儿，看那也。就是整板板来稍微遮哈儿，上面也黑壳壳。也实话也。你在那夏天嘛凉快很咯。夏天要比一般的房子凉快点。你这个也算是3杆哈。3杆大的进去的话，的到腿了哈。我看这里面呢，这个里面还有挺宽的一个面积。他家做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位置是最里面的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爽，朋友们。他一边烤有饭的。还喂鸡的哈。你看你在这儿站起，然后。那太阳光从那里射过来，这水都是发光的，真的好看的。你这儿主要比对面些可能你要还深点，你这儿直接可以一眼看得到车水河，是吧？一眼看得到车水河，他们那边还看不过来的，看不到的。他岸边可能看不到这边河，看不到，那边岸边都看不到河沟。你这儿的环境，我觉得比那边好点的，我个人感觉哈。水好像那边大点哈，那边几道沟哈。
咖啡店是啊。那我准备走了是？好的。我下去慢慢的直接走了，麻烦你了。睡了耍了哈儿。哦，凤溪村强化组，你这是当过兵的呀？当兵来着。你哪当兵哇？他说在云南。云南哈。我叫工程兵。你叫工程兵？刚修国防有然后干了好多年的？3年。3年哈。咦，你还是当兵的？我看到这个牌牌嘛，我还不晓得。那我先走了是？好的。你在这儿真的安逸。在贵州遵义这片山水相连、绿意盎然的区域，这条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天渠让人叹为观止。水渠修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，是当地村支书黄大发带领村民一同修建。1958年，23岁的黄大发被群众推举为大队长，上任就遇3年自然灾害，不但庄稼收成锐减，就连人畜饮水都成困难，让本就缺水少粮的村民雪上加霜。1960年，黄大发发现距离草王坝村7公里外的马家河沟水流很大，决心将水引入草王坝村。在征得上级同意下，组织群众开始新修水渠，但是终因为技术原因未能引水成功。时间来到1989年，黄大发一边担任村支书，一边到水利站学习水利工程技术，一学就是3-4年。1992年，黄大发再次组织群众新修水渠，自己继任指挥长，又当技术员，带领300多群众苦干，凭着智慧和勇敢，硬是靠钢钎、二锤在离地面高300米的悬崖上开凿出一条长170米的挂壁天渠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。1995年的春天，带着零伤亡的战绩，一条跨越3个村、10个村民组，主渠长7200米，支渠长2200米的草王坝大渠终于竣工。汩汩的清水流到了草王坝，不仅解决了村里上百户群众和人畜饮水难题，有了水渠的保障，黄大发又组织村民开展坡改梯，将昔日的荒山荒坡变成了良田，彻底解决了滴水贵如油、吃包谷饭的历史。黄大发也被世人亲切地称为当代愚公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，在这里来干什么呢？带你们去看一棵非常神奇的千年古树。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不好找的啊，你只能导航到这个六里村之后，然后问路才能到达这个山上。那么它这个公路呢已经这个硬化到这个山崖口，然后呢这里稍微有一段的这个毛路，那么再步行过去呢就可以到达这棵古树的位置哈。就从这里步行呢，然后就在右侧的这个山里面，大概估计当地的村民跟我说呢是步行个几分钟啊就能到达，应该是就从这个位置过去啊。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条小道啊，
这个位置已经看到了这种比较奇形怪状的石头了，是不是快到了呢？看看这一片的这些石头啊，哇，朋友们，太神奇了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古树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它的这个根都已经串到这个位置来了，看到吗？然后我天，看看这个位置，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刚出生的这个小猴？这棵神树呢，盘踞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岩石之上啊，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奇特。那么它的这个树前边呢，是一个神庙啊，这个庙里面呢也有供奉有菩萨什么的。那么特别奇特的是，这一棵树的这个整个周围啊，它都是这样的这种灌木啊，只有这一棵树是马铃光，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奇特啊。按理说这里有一棵马铃光树，对吧？那么应该来说，它整个周围是有其他的这种小的树的，但是没有。那么整个位置只有这一棵马铃光树，绝世屹立啊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也不知道这棵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，对吗？是天生的吗？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呢，是缠绕在这个岩石上而生，那么扭扭曲曲的盘旋，奇形怪状啊，非常非常的奇特。那么也从这棵树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奇迹啊。大家可以尤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有没有感觉像一个人头像，又像一个眼睛？当地村民呢称这个为菩萨眼。马铃光的这个树根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，所以你走到这儿来，你看到这棵树，说实话，你真的是浑身都起这个鸡皮疙瘩哈，就是感叹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造物真的是鬼斧神工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一棵树根串的是非常非常的远，然后这一整个主要的这个根系，它是盘旋在这一个巨石之上面的。看一下，你像这些地方把这个石头包裹的非常非常的严实，然后它是两大根系啊，这边这个根系呢就从这里延伸下去，然后我们再到上面去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上方的一个视角啊，我真的看得太神奇了。然后我们再看这里，它是有一个空洞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空洞。然后在这个树的这个正中间这里也是有一个空洞，更是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啊。或许这个我们这个树的这个中间空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，咱们也这个说不准啊。这一个树根蜿蜒曲折的，然后一直延伸过去，也不知道它去了多远。大家这样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棵树有多么的大。我站在这里看一下，我走到这里看到这一棵树整个的场景，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。那么据他们当地的村民讲，它这个马铃光树上有一些这个皮，那么他们以前呢，就是以前的人容易长疮，对吧？当然也不知道用什么药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用这个马铃光树的这个掉下来这个皮，因为你不能碰它的哈，掉下来的这个皮呢，拿回去擦身上呢，就能把这个疮这些东西弄好。那么整个我们看到这一棵马铃光树真的是历经沧桑哈，千年的这个大自然的洗礼，那么才形成了它这么独特的一个形状哈，把这一片这个悬空在这里的这个岩石整个包裹住。那么整个它的根须呢，就是盘旋在这里，两大根须呢从左右进行延伸。是不是有非常多的人看着这个树的这个形状之后，你那个假的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我建议你们自己过来这里看一下，你就感受到这种震撼。看着真的像假的，但实际上它全部是真真实实在这个地方已经屹立了1000年之久。
如果说这个古村寨里面有一栋400平米的农家院，免费拿给你居住，而且你还可以搞经营，你有没有兴趣呢？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的石家寨这个古村落。这个古村落有100-200栋的这个古木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呢，这个寨子边上还有一条这么清澈的河流。尤其大家看这里这一片岩石啊，现在因为这个天气比较雾，所以呢，看着不是很清晰啊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像一幅山水画卷啊，特别的漂亮。这里这个位置呢，应该是新建的一个类似于酒店或者民宿的这个建筑。通过这个风雨桥呢，咱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村落里面。然后整个这一片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坝区，大家可以这样360度的全景看一下。这是我后面的这个风雨桥的一个全景啊，看看这个河边呢，就有这个4米多宽的一个公路，那么而可以走在这个河边，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美丽，是吧？这个河里边大家看看还有一些鸭子。你们看这里这一片河流的这个水域呢，他们每年夏季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搞泼水节，今年应该是5月份或者说7月份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玩哈，那个时候人特别多，据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达到几万人啊。朋友们，这个古村寨漂亮吧？如果说这个古村寨里面有一栋400平米的农家院，免费拿给你居住，而且你还可以搞经营，你有没有兴趣呢？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，就是这个村外边的一个停车场，中间呢是河流啊，里边呢就是古寨。那总的呢有100-200户的这个人口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看的一栋这个房子呢，就在这边，跟我去看一下。看到没有？就是我正前方这个停车场这个边上的这一栋石头房子，里面总的有400平米，带你们看看。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，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古村落哈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之前曾经是一个游客的这个服务中心。全部是这个石头来进行建造的。那么现在这一栋呢，它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居住和这个经营的。那它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哈，我慢慢给你们讲一下。这边这个大家看看哈，这个下边呢是厕所，上边是厨房。那么这个位置哈，这个位置呢，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餐厅啊，做成一个餐厅。然后这个房子的这个石头房子的这个内部啊，它是有300平米的这么一个面积。那么它一边呢是你要求有要求你要做一个小酒馆啊，大概从这个位置隔开。这边呢你是要做一个小酒馆哈，类似于就是经营餐饮和一个小酒馆的这么一个概念，可以里面做一些演出都可以。然后这一边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客房啊，客房呢。大概可以做成5间到6间客房。这里呢就是中间的一个走廊，大家看这个房子呢，全部是这个石头来建造的，非常漂亮。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餐台上面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，非常漂亮哈。那么包括这里面这个房间的布局以及整个装修方案、设计图全部都已经做好了。那做好了之后呢，就是装修。那如果说你来接手呢，就是说装修的这个费用都不用你出，你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和经营，是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呢，朋友们？
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到这里来居住呢？想到农村来创业的一些年轻人，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地方避暑的，或者说养老又顺便可以做一点事情的这些人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整个寨子呢又依山傍水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里呢，它本身在夏季的时候是有一定的人流量的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，这里在夏季会举办泼水节，泼水节的这个时长大概是半个月。你们可以稍微的想一下，在这里经营的话，那么你隔5间客房出来，这些是可以赚一点钱。那你经营小酒馆，包括这个餐饮呢，你都是可以去挣钱的。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天上掉馅饼了。因为我们设计的东西呢都是到处跑，你让我固定在这里干什么事情呢？我可能不行。所以呢，我听到有这么好的东西呢，我就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还有事情非常紧迫，朋友们，这个事情几天之内必须要有人来接手，所以这个机会是宜早不宜迟。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朋友们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你们现在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我现在在云贵川3省交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3省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省的公鸡打鸣呢，3个省的人同时都能听到。我所站的位置呢是贵州的地界，这个地方呢是做成了旅游区整个空中俯瞰下来呢，它是一只雄鸡的造型非常之好看。然后我们的对面呢就是云南和四川。然后我们的下方呢，就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一个交界，这个地方呢也称为三岔河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是绿水青山、悬崖峭壁非常的壮观。大家看一下，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，对吧？2条河流硬是将这山川呢切割成了几个大峡谷。然后这边呢是贵州的地界，那边呢是四川，然后这边呢是云南。那么在云南和四川之间呢，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呢有180多米高。在未架起桥梁之前，四川这边的人想到云南来走亲戚的话，要走3-4个小时。那么大家知道，这个河的两岸的人呢，都会有亲戚的，对吧？以前的话，走亲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，哪怕是能够叫得应对面的人，但是你要来到对面呢，都非常的难。四川这边的人，他是要经过上面有一个崖壁的小道从崖壁小道过去之后，从那边下山，下到河底，然后你还要渡船过河，然后又再爬一坡呢，才能到达云南这边的村庄，所以非常的艰难险阻那么在若干年前呢，他们就凿通了崖壁小道通过崖壁小道过去呢，要方便一点。然后再后来这几年呢，又把这个桥给造好了，那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非常多了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90后夫妻他们的这个洞这里来了。我们通过无人机看到山上呢都还有积雪哈，我差不多有2、3个月没有到这里来了。大家现在跟我一起进去看一下，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？不走啊？好，来看看。我走，我说啊，现在这就业高越多了哈。哎，这边人多，我准备好久没上了。可以。你们真的有好多，哎。这点的。现在我们看到开始，这高速就来了。现在心情好嘛？今年差不多搞了好多业绩。毛的是100多万多。毛的搞到100多万，应该赚到50多万的是吧？赚不到，我们宁波赚不到那么多钱。这边就在60年了。这个太舒服了，这个是10几年前的时候。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它洞里面的情况，我带你们上去看一看。现在搞得比以前要好看的多了。以前的话要进到里面去比较麻烦，现在的话它已经把这个路打通到里面去了。它这个地方呢，大家通过无人机看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不错的。路呢，现在也是从这个洞口通过。对面呢又有山，然后呢下边呢又有一条这个溪流。实际上这个溪流的水有一半呢都是它这个洞里边流下来。这个里面就是它长久的地方啊，还搞了一条灯带，看看这个缸子里面装的都是酒。这几个可能时间比较久啊，这几个看起来都是特别老的坦克。最开始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它这里面是没有这些灯的，然后水呢也整个下去比较乱，但现在搞的就比较清爽。最主要是在里边特别好看啊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像什么？然后还有那个地方那个。看一下这个地方，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水流下来的，现在上面没有水滴下来。这一块。这个水看起来特别小啊，看一下。现在的水比较小，以前的话它这里面的水流比较大。然后这里呢，它现在养了一些鱼在这个洞里面的这个池塘。看到没有？那里有一条鱼，
我估计里面还有挺多的。你看，通过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来，然后到现在为止呢，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。这小猪呢，也从当初简单的针对样点，到如今呢，能够1年做到100多万的销售额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出去到他那儿聊了会儿天，然后呢，找顿饭吃了再走啊。你这个酒啊，中瓶的，中瓶的错了。这个马蜂酒那天是烂了，那天摔的是上没事。我看你我可以搞来炒下开心点哦。这样效果好很了。正好我这个开心点没法子噻呀，遭不住啊，走路。我们装一瓶的。你整一颗出来我看噻。我夹一颗马蜂来。你装瓶嘛，装瓶你给炒下嘛，这种子好得很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东西被它蛰到的话，这2、3下人都可能会死。这个剧毒的。装起。要是这玩意儿能把我的这个膝盖的热风湿给治好了，我就佩服了。看一下这里面全部是马蜂，我夹几个出来吧。要去了吗？要吗？要得出来不？你也拿了个整笼马蜂针进来吗？我整的。我靠，这个大！看一下这2个。你炒了之后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一小杯儿，不要喝太多了。这个喝我不就敢喝？可以本香啊，这个可以喝的。可以喝，可以喝，不要喝太多了。这种杯杯都喝个半。我这个可以，我这花了4、5千块钱没整好。我这里免费用的是好的，真的。现在我们去小猪兄弟的老房子那里搞点菜过来，今天准备在他这里搞一顿大餐吃了再走。经常有很多人到他这里来吃饭，所以种了好多的菜。这片选这片你种的菜啊？白菜、豌豆尖儿。耶。菜也采好了，回去搞饭吃了。这个好吧，这个上次我洗这个，哎，这个很好找。可以。昨天嘛还要的。忙讲话，我自己看点声音。我给你小朋友小朋友这就行了。开始消毒没得？把那个肚子出来噻。啥猪肉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我们自己带过来的5香辣椒，今天为什么大土豆片啊？就是用这个5香辣椒来加在里面啊。烧点多了。你买了好多排骨了？半年猪。
朋友们，现在我在深山，这后边呢有一独户人家，有人居住的啊。然后这个房子呢已经有几百年了，而且大多数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那种古楠木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就是几百年了的楠木房啊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水缸，他们这个水缸还搞得比较有特点，这个是圆弧形的，这种石头很难找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，就是这一栋房子啊，很多的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。这一棵，看一看，懂的可能就知道啊。就是这一栋古木房，已经是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。那么这些柱头和它装这个房子的这个门板，大多数都是楠木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些柱头也是啊。然后他们这里不是搬迁吗？中间这里有一家搬迁了，就是一间了，就是一间一个进深，有一家搬迁了。那么就是中间这一间锯下来，上面的木料都卖了几千块钱。特别难得的一栋古木房啊。主人家呢现在去山上找羊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他这里还挂了好多的老腊肉。这一栋木房至今已经是最少有200-300年了。你们觉得值多少钱？大多数都是楠木的，就这边随便削了一间，他们就可能有1-2棵楠木树吧，就卖了几千块钱。我估计这一整栋的话，最少也得个上100万吧。大家说呢？下大雨了，走不了了，那就落也难了。哦，你们在这一后门那边还可以吹是吧？哦，我听他们说这个房子都整了几百年了咯。对啊，都几百年了？不是几百年了上哦。你们都不晓得哈？哪个事儿整的？我们不晓得。有人来买过没得？我是2-3次当了。来2-3次当了，出来好多钱啊？不晓得。这个房子要把呀，假如如果全部南卖要把卖8-8万呢，最少的哦。200万啊，这个没有。现在那么好多人进了，他不成吗？如果要全部是就不得了嘞，全部是就不得了的。人家挣了干钱啊，几个了，人家都卖好多钱嘛。卖几千块钱说的噻。
哎呀，走了，老娘，走了，无聊。不要紧，这个鱼等不住好不好？它一会儿来偏一下，那儿偏一下，没事的。就这一栋老房子是楠木房，听这个老人家说，已经有这个好多人来看过了，可能是这个价格谈不拢吧。这是你们看到的中间切下来那一点，就卖了好几千块钱。我估计一整栋的话，最少也要好几百万，甚至上千万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贵州毕节市的大方县，现在身处于一片森林之中哈。我身后这些柴呢，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。大方的天麻呢，因为种植在森林之中哈，天麻树的含量非常高，所以又有中国天麻看贵州，贵州天麻看大方之说。那么大方天麻呢，在明代开始啊，就进贡皇室，至今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。那么为什么大方的天麻品质如此之高呢？这个呀，还要说一说大方的独特地理环境。我们可以看到大方这边的整个这些山本啊，它都是这种大丘陵的这个状况，也就是山脚到山顶的这个高差呢，大概都是100-200米。我们的天麻呢，就非常适合在1600到1800的这个海拔去生长。那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山的这个山脚下呢，差不多就是1600。还有就是大方这边呢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啊，全年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1.8度，一整年的无霜期呢有257天，差不多有一半的天气呢都是云雾笼罩在这个山上边的。各种各样的这种气候以及地理位置环境呢，造就了大方的特别适合天麻的种植。所以就是我们开头讲的，为什么大方的天麻称为中国天麻之乡呢？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，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地理环境优势所决定的。那么这些柴呢，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大多数呢都是这个青冈柴。那我种植天麻的时候呢，就是用青冈柴加上灭环菌，出菌丝之后呢，然后再跟天麻一块种。为什么说天麻是要种植在林下的？大家可以看看，我们整个森林之中呢，有非常多的这些树叶，对吧？秋季的时候就变黄，还有下边的一些杂草，那所有东西呢都是会落叶的。这个叶子落下来之后呢，就会腐烂，腐烂完了呢，包括我们种植天麻的这些林子里面呢，它的泥色呢都是偏黑色的，而这种颜色呢，它就是那种一些叶子，包括一些杂草腐烂之后呢，夹在土地里面啊，出现了这么一种土质。所以说呢，它的天麻种植呢，完全是仿野生状态下种植。大家知道我们的野生天麻也是生长在这个林中，对吧？那么现在的这种种植方式呢，整体来说都是仿野生的种植方式。我知道外省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方，它就直接种植在土里面。那种在土里面，你肯定是没有种植在森林之中好，因为整个森林之中它的这个土壤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它的有机矿物质各方面的营养都要比这个纯土地上要好得多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大方天麻为什么好，为什么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毕节鹤岗县的安乐西乡，我顺着峡谷的一条河流开车进来之后，到达尽头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小支流呢往这里面来，竟然在这里面发现一个无人村啊！我们从航拍镜头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一个无人村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啊！
我准备进去看一下那些房子啊，好像都是石头砌的。看一下我的车呢，是开到这个位置呢就动不了了。然后这里面的环境真的非常漂亮哈，外边是一条大的河流，然后这里面呢又有非常大的一股溪流啊，这个水的话是特别的清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小溪流，这个水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澈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个上边呢就是一些石头砌的房子，还有包括这边呢也有好几栋的这个石头砌的房子。我们从这个航拍镜头中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人居住的。我们慢慢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，风光非常漂亮啊。这个路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车来，我估计呢都是进山找一些东西的人过来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些都是值钱的东西啊。这个是茶叶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苦丁茶啊，这个茶在夏天是非常好喝的。它这个房子下边这些土地里面全是这个苦丁茶，怎么没有采呢？感觉这里整个的村子非常的寂静啊，只有听到这个溪水的声音，然后再没有其他的声音，看去呢一片荒凉的感觉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水啊，尤其是这股水流啊，真的是很清澈呀，应该是从那个山上峡谷的位置一个洞里面流出来的吧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，就是一条路进去之后呢，就到尽头，然后没有人来打扰，背靠山，有水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进来看一下。这里真的好多的苦丁茶呀，哇！这里超级多的苦丁茶，他们为什么不采去卖呢？如果把它弄干的话，是几十块钱一斤啊！我看这山上到处都是苦丁茶。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红砖来砌的房子。看一下这个石头房子做的是很牛叉的，你们看一下多高。看一下，从下这个石头房子是从下面那儿一直砌上来的。这个是3层的石头房子，这个石头房子做的有技术吧？老古董，看一下没有？看一下这些房子，全部是石头砌的。哇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。看一下，对面的房子呢，也全部都是石头砌的。这一栋房子最高，有3层楼高，然后这个边上呢，也是一栋石头房。感觉这里就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村落啊。这些水管还在弄着水。哦，蜘蛛网都有。看到没有？这些房子上全部写的生产用房，就是不在这里居住了，人都不在这里居住了。哇，这真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啊！
大家看一下这个无人村庄，你们看一下漂亮不？全是这种石头砌的房子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。所有的房子上面呢都写了生产用房几个字，就是没有人在这里居住的，可能是偶尔有些人回来，可能种一点菜啊，做一点土地啊，会回来一下子。看去呢都是一片荒山，特别美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住在这里应该会很爽哈。外面有一条大河，然后这里呢又有一条溪流，水源是完全不缺的。所以在这种地方，如果说养老养生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？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一条河边，你们注意看我对面这个山上，这里竟然还居住有一户人家。这个位置呢，正好缩下来一个台阶儿。注意看啊，这个地方风水宝地啊。朋友们，从空中看了之后，你们觉得此地如何呢？欢迎点评啊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在贵州深山里面的一条河边，看一下这个地方环境非常漂亮。现在是冬季哦，你看这么多的绿植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条电线拉到对面这个山上去的，但是这个河道上呢，没有看到有路可以过去啊。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，我估计上面有人居住。朋友们，神奇吧？这几户人家的房子竟然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看，这一座大山下来，好像是一个大的动物一样。他们呢，正好骑在这个队上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。可惜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。如果是大夏天的时候，在这个山梁上呢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哈。正好是一个风口嘛，这样的地方环境真的是漂亮。可惜上面没有人居住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也想上去玩一下呢。你叫来啊，来有这一把饭吃的。我回来吃啊，很高兴一下我。陈阳的奶奶。哦。奶奶到，我们农家是叫到12天都没到。你咋晓得讲的？我没有，我和他谈到的
哦，你早睡觉。哦，你没在那不是干什么？吃饭没得，老娘？吃饭没得呀？啊，他躺着。我说问你们吃饭没得？吃饭。啊。吃了，人家吃不吃了？不是，我问你们吃饭了没得？吃了。吃了哈。啊，快来嘛，那我正在这吃。吃了。啊，快来嘛，我这些菜都吃。我已经吃了。我都。但是正义呢，打来照相，那我说你照相呢，你那子弹没得了，是人家不给照。上这个冲人呢，家去照。你咋跟着我来？咋说我走路没出汗，咋出汗呀？哎，人家不是就年轻的呀。那我照给他是吧？人家宝贝，你说人家没出汗，咋出汗？来坐下谈话。行，你坐起哦。啊，我这有没听上去了？不整，我吃哪里？不整。他车正俺下掉，那我怕撞不到车。我说人家小车开起上去没？今年我坐起去是咋不是怕撞不到车？哎，怕撞不到车。撞车子只需要这个在路嘛头是吧？都是怕路上有车客就麻烦哦，错不到。我太监跟我不吃，老娘吃了，我已经吃饭了的。我在这还抱着。不客气，吃了的。你这是整了嘛？整厨吧呀？啊，对。我后面现在收了。你弄这楼你还用得到弄楼去整？要我就是去看杠杠子，我要看杠杠，有个主人也掏着手。等我这放了这看到。哎，就是俺家我皮球是看到我说早就大早看人家这看过皮球。是喽，咱做事我就做事。他杠杠些。这哪好事嘛？大哥你找对象。我好耍。但是生意嘞，我说是没常就会找到我们这路线来，找不到，跳出大陆通不去。都找得到。哦。现在都是可以卫星图找得到的。从远的路上就找到。找是不是？他下去找嘛，我说你照相对人家不照，到飞机没在空中照，我说只有人家不给照。那他我走吧，这是我帮人家的在哈。有的，我家的。有那个土合同。出去又多嘞，房子你要来起，你得起个名头。我说做你也干净的。哦，乡亲我几大箱，乡亲了几大箱。这是我家叔老婆婆。哦，老爷辈儿是吧？啊，还有老爷辈儿吗？老辈了嘛，老你一辈哈。哦。就是喊来我喊婶了。哦，婶娘。哦，你们这里要搬也是要搬的哈。他要搬嘞，我们这谈到搬没。就把没有放在稍微我们这办不到，事情办不到，还得雅士办不到，雅士那个大猩猩都得搞成用，人家都搞不懂，但是就谈不成用的问题只得，我3年5年看10年8年，谁干了嘛？啊，飞机的，就这个。这个翅膀一展开就可以飞到空中去。哦，你看这，一让打开就飞到空中去了。你把它跳到那嘛都视频人家，非常的怕落下来。哎，落得下来。老娘走了。耶，走你眼前天都黑了。不去了，你也要走了噻。不吃，不我。好，你慢点哈。要得，拜拜。你还做哪个老娘？你还做哪个？我哪呀？啊？你在休息。你走哪去了哇？走哪去了呀？赶场啊！你住在这里呢？你一个人住在上面吗？我就坐在上面的。不是，你要有几个人呢？这不是我个人啊，那个前年也去做功课。哦。路边看到一个大爷，他去赶集回来，然后他说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到家，从这个山这里走过去。我也想跟他一起走上去看一下他从这里走过去，然后再从这个峡谷走上去。这里是往上拉的电线。我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房子，他不会是住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吧？
这些土地都是你做的吗？你还做那么多土地啊？哎呦，就是，人家共产党你那个可以出了嘛？你分了好多啊10多亩？10多亩啊？还可以。啊，这个房子就是你住的是吧？啊。正好得杆儿是吧？这些土地都是大爷自己做的。这边是放的哪个嘛？这边是放的哪个？堆草草小了。这边堆草草哈。中间的堆草草。啊，等于就拿这个砖来，弄的一杆儿哈。你这儿还安有监控啊？可以。好好。他们这个监控的意思就是怕你，不舒服是吧？他认为有人了，那监控的要。哦，你好大年纪呢？哦，7、80岁了。80岁的。你几个小孩呢？啊？几个小孩呢？我家。啊。我家也是6个，4个女娃，1个男孩。哦，是你自己要在这里住？哦。还跟他们住起好一点。哎，没意思。那原来几十岁原来上风干嘛，他会逃下来，他就逃不下来。这是个人做到自力更生，个人做到自力更生，耍讲就算的。应该呢，他成为教导师，方汉说是他会晓得，他会脱不下来。你自己煮饭吃？啊，自己煮饭吃。啊，监控意思，你家小孩给你安的？应该监控。哦，那他还是注意你的安危的嘛，因为怕还是担心嘛，7、80岁的。是啊。他有那个事的话，他随时都看得到了嘛。看得到。哦，你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点土地，然后种点土去了。自己够生活就行。啊，自己安排生活。在他们拿钱给你没？钱每一年每次300年没拿的了。也要拿点钱哈。反正喊你去你也不去。我感觉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哈。待不下去。啊，你去过没得呢？去过。去过的。可我做2天没就转了。做2天就遭不住啊。做不习惯，搞地方住就难做。你以前的房子应该不是在这点是吧？是在这点吗？刚上面在这条上面不是有房子的？你在这都有房子？有啊。哦。那下去修了，咋这样的？你也不恰点住？那他们把房子修在这里面，你啷个不恰点住啊？没嘛是做的。你还不是做？这事情不就活人搁上面做，有活人搁上面做，我们搁这多余些了。你这个还好点，最起码你在这儿做土地可以住在这点。对。不做土地就又住在寨子里面去。那你这个还挺好。做活人搁这做的把也吃了，不做活了不在搁上面做。对，还挺好的。好像这个国家就做不习惯，那就再不习惯。这样的，给这做惯了。还是家里习惯哈。给这做不习惯，给这做的本来空气好的。这一空气又好。这空气比贵阳去漂亮。那是。这都在我们贵州啊，哪儿的空气都好，贵阳也好。反正相对来说还是农村的空气好的。空气好了。你像大花园老年这些，他走路都抽拐棍，他没有空气，没办空气。你这早晨要早是起早吃这条空气又没，他没好的空气，早上走路坐在那活路了，就怪。你让他在山里面来做活儿，他真做不了。就到做活了，你成天给他出去挖都挖了，要出去挖，只脚沾地气了嘛。只脚不沾地气，做起船要把他坐在那活路了。
你这个观点还是对的。哦。再干点活络，沾点地气。你不当是几十层楼，人家7年在这个屋里待了个把星期，所以脚都会走路都会飘一飘就去。就是说。那我走了，老人家，走了。没做好了嘛？不做了，我下去还走底下。哦。那我走了哈。好。你慢慢走了。好。我跟你们说，山里面的老人呢，大多数都是不太愿意去城市的。就像这个老人家80岁了，自己在这里种了4、5亩地，然后他这个房子呢，也是他儿子跟他弄在这里的，因为他老是在这里来做土地嘛，老是爬来爬去的不方便，寨子在山上，那就在这里做一个房子呢，就方便他在这里来做土地临时居住。如果不干活的时候呢，他又回到山顶寨子上去。其实你看，像这样的老人，他就是宁愿住在山里面，他不愿意去跟子女待在这个城市哈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住在这里，空气又好，又接地气，是吧？还能干活，挺好的。那你搬到城里面去的话，说实话，你有个伤风感冒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年轻的都在这个上班嘛，所以他讲这个也有道理的。然后他的这个房子边上呢，也是他儿子跟他装了一个摄像头。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他自己也能及时的发现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老人喜欢在山里住，你就应该让他在山里，不能就是一定要求他到城里面去住，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哈。朋友们，如果说你的父母年纪大了，自己一定要住在山里面，你们会强烈要求他去城里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